在印度，每100张钞票就有1张是假钞。这些假币制作工艺相当精良，普通民众根本难以分辨，就算是验钞机也识别不出真假。为了打击这些假币，印度政府升级了全国所有的验钞系统，甚至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轻松辨别。这些假钞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废纸。随着大量的售假贩假人员被抓，一件件假钞案件也随之露出水面，而这些案件的矛头全都指向一个叫曼苏尔的人。曼苏尔也正为此事而感到焦头烂额，如果没能妥善解决此事，他们的假钞迟早会烂在仓库中。而这时手下却递上来一张500元的纸币。Our people from India send us. What? Is it fake? Try it in the machine. 就在曼苏尔将纸币放入验钞机时，他的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面容。这张假钞竟然能轻松通过升级后的验钞机。当他询问手下这张假钞是谁做的时，手下却不知道制作者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自称为画家。没过多久，他们就找到了桑尼，当然倒霉的费诺兹也在其中。Thief! 曼苏尔拿出了自己制作的假钞，让他说出这张假钞的破绽。然而桑尼却对此直言不讳。The watermark is off. And these lines above Gandhiji's head, they shouldn't be superimposed actually. Microprinting sucks. It doesn't need a computer. It needs an artist's touch. 本以为曼苏尔会对此感到愤怒，但没想到曼苏尔却非常喜欢这个小子，并直言想让桑尼加入他们的团队，只需要桑尼设计出假钞，他来出资印刷和销售，只要桑尼肯合作，他就能保证两人将会是无敌的存在。桑尼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竟直接婉拒了曼苏尔的邀请。I won't do this anymore. I'll get you killed. I'll get your family killed. I'll burn your press down. I'll screw your uncle and your nanu. I'll fuck them up, Petchut. I could have said all that. But did I? Did I? Tell me. I didn't, right? I value talent when I see it. Yeah. I really do respect talent. 对于曼苏尔来说，桑尼就是他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能招入麾下，自己也不可能放过他。曼苏尔给他们3天的时间考虑，还让手下把他们2人送了回去。费诺兹深知他们这群人的危险，并提议他们一起出去躲几天。可桑尼知道曼苏尔不可能放过他们，除了合作别无选择，而且这也是一个千载难得的机会。一直以来，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靠着微薄的收入在世上苟延残喘。他们要走出这个贫民窟，他要告诉世人自己是最出色的艺术家，他想为自己活一次。没几天，他们就决定重新踏上这条不归之路。然而这次的假钞可没有那么简单，印度新版2000面值的纸钞比旧版更加复杂。它有超过14种尺寸的17种不同字体，伪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一位来自中国的抖音博主和自己除外，曼苏尔的工厂不仅有同真钞一样的纸，还有相同的防伪条，甚至就连最先进的凸版印刷机都有。经过数十次的尝试和改进，他们的假钞终于通过了验钞机的识别。Shall I put your note in the market? Yes, fine. Sure. 呀，随着机器的转动，一张张假钞从滚轮中生产出来。这样的假钞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不上是假钞了，而是真正的真钞。船长把装满货的集装箱直接扔进海里，紧接着又扔了第2个、第3个。随着所有的集装箱沉入海底后，他们竟弃掉了整艘货船。无人驾驶的轮船像脱了弦的箭一样，冲向满是人的沙滩。不知所以的民众拿起手机疯狂拍摄，直到货船靠近岸边才停了下来。这一反常的事情很快就引起警方的注意，然而警方在船上什么也没发现。 So I have contacted everyone. Coast Guard, police, port, authorities, all negative. They found nothing suspicious in the ship. All scrap, sir. 可就在警方为此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桑尼他们趁着夜色又折返了回来。原来他们早就提前在集装箱上装了定位器，趁着货轮吸引警方的注意后，他们把所有的集装箱拖回港口，然后再用货车运回仓库。而这些集装箱里竟装着1200亿卢比的假钞。这可并不是普通的假钞，因为这些假钞可以轻松通过印度所有的验钞机，而唯一辨别的方法只有用火烧。A red flame means fake note. 警方还为此起了个名字，叫做超级假钞。其实警方早在此之前就接到了线人的可靠消息，一批价值1200亿的假钞将会从国外运往印度。一旦这些假钞进入市场，必定会让民众产生恐慌，甚至可能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面临崩溃。
可是警方根本不知道假钞会从何时何地用什么方式运输进来，因此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严防死守，严查所有可能进来的途径。这一方法果然起到了作用，警方在这几次突击检查中查获了大量的假钞。 Sir, we have seized 2 crores in Kochi. 4 crores recovered from Mumbai airport, sir. A man was apprehended from the airport with 24 lakhs worth counterfeit. A special task 可相比1200亿还是九牛一毛，警长觉得一定是自己遗漏了什么。 What is it? 就在这时，梅加似乎有所发现。 Sir, I think I know what's going on. 只见他搬来一个验钞机，然后将假钞放进验钞机后，竟出现刺耳的报警声。也就是说，他们所有查获的假钞中，没有一笔是超级假钞，而是曼苏尔之前制作的普通假钞。 So Mansoor is just trying to divert us. We are chasing these notes and he's going Going to... for a bigger kill somewhere else. Exactly. It's a fucking decoy. 原来这一切都是曼苏尔的烟雾弹。曼苏尔早就在警方安插了卧底，他将以前的存货从各个线路运往印度，目的就是故意让警察查到，混淆警方的视线。因为所有的运输线路都被警方监控，要想成功将假钞运进印度，他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线路。 There is a way. Trojan horse. 桑尼租下一艘准备前往印度报废的货船，用了整整3个集装箱才装好所有假钞。可就在货船即将到达印度时，一通电话却通知桑尼赶紧掉头。 Go wherever you want to, but just don't come to Alang. I'm hanging up now. Hello? 原来印度警方对港口进行突击检查，现在过去等同于自投罗网，他们不得不取消这次的行程，准备返程。可这个时候船长却不同意了，因为船上的燃料根本不够回程，而且他们正处于深水区，根本没办法下锚停船，所以只能继续前进。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船长想到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们决定前往孟买，因为那里有潜水区域，他们可以把集装箱掉入海底，然后晚上再偷偷取回集装箱。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将1200亿的假钞运进了印度。然而，两兄弟绝对想不到，这些钱马上就会变成烫手的山芋。男人钻到车厢后面，掀开雨布，露出下面价值10亿卢比的钞票，然后用小刀划开袋子，竟直接向车外疯狂撒钱。只见钞票从车内飘出，散落到整个路面，来往的司机全都停下车来，人们开始疯狂争抢散落地上的钞票。随着路上捡钱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整个交通直接瘫痪，但这也成功的堵住了后面追击他们的警察。可就在这时，桑尼一个没注意，小车躲闪不及，竟直接翻了出去。车厢里剩余的钞票也散落一地。这时警方也赶了过来，没想到车内早已空无一人。原来两人早就从车里爬出来，在警方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地上的钞票让所有人蜂拥而至，然而这些人根本不会知道，他们互相争夺的钞票全是假钞。 If you tell them these are fake notes, they'll believe us. Not at all, sir. 但这种却不是一般的假钞，单靠肉眼根本识别不出真假，甚至就算验钞机也都能轻松通过。而唯一辨别真伪的办法只有用火烧，只有冒出红色火焰的才是假钞。而这样的假钞足足有1200亿卢比。 So much stock is still left. Kaka, show me the accounts. What? That's all you guys managed to clear? 曼苏尔看见自己堆积如山的钞票，非常生气。然而另一个消息让他更加气愤，他们查到自己的队伍中竟藏着一位警察的线人。曼苏尔二话没说就解决了这名叛徒。桑尼二人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吓懵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跟随他这么多年的手下，不问是非对错就直接宣判死刑。 I can't see an animal suffer since my childhood. It must be a clean blow, or else it keeps crying. Such a long time he's been with me. What? Any blood on my shirt? No. Work like a dog all his life. But these are rules of business. Fuck up is fuck up. Never mind, it's done now. Now tell me. That mountain of currency notes. When are you getting it off my chest? Huh? I need the stock in the market immediately. Yes. Do whatever it takes. But do it fast. Or else the game is over. 桑尼知道，如果自己没能做好，自己的下场也不会比那名叛徒好到哪去。可眼下就是如何卖掉那么多的假钞。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分批多次让假钞混入市场。尽管他们用了所有方法和途径，可这样相对于1200亿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就在这时，一个电话让桑尼看到了转机。一位印度议员张口就是订购10亿卢比，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桑尼见面交易。 What do you think? It's a huge deal.
可现在节骨眼里，警察一直在追查假钞的事情，现在贸然大批量出货，很可能引来警察的注意。一边是曼苏尔的威胁，另一边是冒着被抓的风险。桑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就在桑尼前往交易点后，却发现这一切都是警察的圈套。然而等他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整个停车场已经被警察包围。好在他沉着冷静，临时摆脱了危险。不过现在还没人见过他们的面貌，他们用早就准备好的货车作为伪装，可就在逃离停车场时，却被警察拦住。 What were you doing here? Huh? Volume. Turn down the volume. What were you doing here? Cleaning company. Arey, speak clearly. Sir, we found the car, but there is no one inside. Maybe they have switched the car, sir. Sir. 虽然逃出了围堵，但后面的警察却一直死死咬住他们。还好两人机智把车上的假钞撒出去，这才利用混乱的现场虎口脱险。卖假钞的事情是彻底搞砸了，电视上铺天盖地也都是假钞的新闻。可奇怪的是，并没有提到两人半点消息，反而屏幕上满是曼苏尔的名字。此时的曼苏尔看到新闻后彻底慌了，他怀疑桑尼已经被警察抓了，并且还出卖了他。How will we catch Mansoor? There is a way. Yes, sir. We will make him famous. 原来这一切都是警察的计谋，他们知道曼苏尔才是假钞的操控者，只有利用媒体造势把影响扩大，让幕后黑手暴露在视野之下。 The more famous he becomes, sir, the harder it gets for him to hide. After that, no country can deny Mansoor's existence. 而桑尼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对曼苏尔还有利用价值，他肯定会帮助自己摆脱所有的麻烦，随即联系上了曼苏尔的手下见面。可他并不了解曼苏尔，自从电视上播报的新闻后，曼苏尔就已经打算除掉这两个累赘，因为桑尼他们实在是知道的太多，他们绝不可能冒着这个风险。 Look now,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about everyone, about our business and about our network. How we print the money, where we keep it, you know everything. What if the police catch you tomorrow? This is a huge risk, and we can't take that risk. 手下正准备解决掉两兄弟时，远处却传来隐形的轰鸣声，转头就瞧见一大批摩托径直冲了过来。原来桑尼刚上车就已经有所察觉，利用手机通知朋友前来营救。就这样，桑尼二人从曼苏尔的手中顺利逃脱。他知道曼苏尔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正准备逃出这里出去躲几天。可是，一通电话再让兄弟二人彻底失去了希望。 Sorry? 爷爷的报社昨晚突发大火，直到今天早晨才将大火扑灭，而爷爷也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大火吞噬。爷爷是桑尼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曼苏尔一直用爷爷来要挟着他们，因为爷爷一直都是兄弟二人的软肋。可现在爷爷已经被人下了毒手，心中的怒火也已然烧穿了胸腔。当软肋被这股怒火煅烧，就会变成穿破黑暗的子弹。一旦有人触及底线，他将如恶狗一般疯狂的撕咬，即使自己也会坠入黑暗，但也不惜任何代价去重伤那些恶人。 Hey!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doing, Sunny. Sunny, you're dead. I didn't kill you, Sunny. Sunny! Come on.